建于1894年的 New York Palace 纽约宫殿，原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 NILIC 的匈牙利总部。当年建筑师以希腊、拉丁、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风格为基准，融合了典型的新艺术风格创意，创造出这栋位于布达佩斯新城区市中的建筑物。而后历经2次战争的摧残， New York Palace 至90年代中旬，方才在精心修复之下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一根根裹着大理石的方柱，上端以圆弧的造型四散分开，让贵气的金色由此延展开来，使得一区区的彩绘屋顶可以充分表现出画作的故事。纽约咖啡馆的入口设于纽约宫殿的一角，在布达佩斯这座城市里，如此的门面并不会让人感到太多的意外，反而是有些稀松平常。进门的等候待位处，除了可以看到现代橱窗内置放的精致咖啡杯外，后面天花板的美轮美奂金色装饰，更是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咖啡馆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首选聚会场所时，它们即化身成为华丽又富丽堂皇的室内文化机构，因此延续至今的有如此规模。经历半世纪之后，2001年起由国家历史遗迹修复和重建中心历时5年，于2006年完成这座具有高度艺术气息和巨大社会代表性建筑的修复作业。以金色为主色调的屋顶延续着整个屋子，置身其中会有一种犹如步入皇宫的感觉。只要看过纽约咖啡馆的菜单封面，即可明了这个地方想要表达的意涵为何。简洁典雅的纸本印制，单纯的字体与上下花边修饰，加上热情简单的 Welcome to the New York Cafe 几个文字，清楚表达官方迎客的态度。需要光线反射才看得到的花卉浮水印，更显出低调中带点奢华感的贵族气息。馆内除了挑高的空间引人入胜外，视而镂空的环境更让单纯的建筑空间视线的延伸显得更加立体有层次。置身其内，只能说是处处有惊喜。当餐饮形成一种文化，变为一种艺术时，空间气氛就至为重要了。此时或许就算是一杯白开水，喝起来都会觉得甜。一个偌大的空间有上有下，无论立于何处，视线所及的角度都完全不同。入内喝咖啡吃餐点，大家似乎都是看得比吃得更过瘾。拥挤，或许是纽约咖啡馆的一大败笔，但又或许是如此，方能让更多的游客以合理的价钱在馆内享用餐点饮食。同于1894年开业的纽约咖啡馆 New York Cafe， 坐落于 New York Palace 的左前方角落，由匈牙利咖啡实业家桑德尔斯图尔 Sandor Stoyer 运营的这家咖啡厅，历经100年历史的演进，目前已成为布达佩斯艺术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据所，更是到此城市旅游的游客们必要的朝圣之地。纽约咖啡馆 New York Cafe 目前同样位于布达佩斯博斯克罗酒店 New York Palace The Denica Anthology 的一角，由一旁的通道可以进入这间豪华巴洛克风饭店的大厅。纽约咖啡馆除了接待一般游客外，馆内亦会有 New York Palace 的住客用餐。为了顾及顾客的隐私，有些区域会特别树立告示禁止摄影。平凡无奇的一扇大玻璃窗，两边挂上朴素的窗帘，或许真如徐志摩说，树大便是美。在纽约咖啡馆内看起来就是舒服，就是美。此地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5欧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我，伦敦商业区一杯珍珠奶茶外带要价5英镑。相形之下，这杯咖啡您觉得贵吗？此处已成为布达佩斯的游客必访之处。想要悠闲的用餐，推荐您开店后的早餐时刻，不然其他时间光在店外候位，可能就要等到天长的久。宽敞高挑的空间容易引人遐想，在这般室内接受绅士、女士们的服务，不由自主的就会自认为是王公贵族。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喝咖啡吃早餐的行程，置身其内突然会有欣赏艺术品逛博物馆的特别感觉，你说是吗？无论是一列列的石柱，或是一根根的连接护栏，室内的一切装潢摆饰就是如此典雅，高低差的空间布局更是让整体的感觉发挥到淋漓尽致。犹如许多的网络介绍，纽约咖啡馆已成为底布达佩斯游客的必访景点。空间与一般咖啡厅相比虽大，但仍然无法满足庞大游客人数的需求。造访纽约咖啡馆最好要有排队许久的心理准备，不然最好事先在网络上先定位，再不然就像我们一样，一早到此享用早餐，
无需排队即可入场。没想到差不多要吃完时，发现门口已排了一大堆人了。全世界最美丽的纽约咖啡厅不在美国纽约，而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名称之所以称为纽约咖啡厅，完全是因为处于 New York Palace 这家饭店内。